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菲。离开摩洛哥之后，这一段旅程现在来到了墨西哥城。一样，先来开箱一下这次订的 Airbnb。我到墨西哥啦！我真的非常怀念都市的方便，所以我今天第一天的行程就是要去这边一个区域叫做Roma Norte 的地方逛街。第一站是要先去找东西吃 ，Vamos！ 我住的这一区叫做 La Condesa。听我的室友们说，这边的话就是比较住宅区，然后它的居民会比较多，是这边的 expat， 就是外国人过来这边定居的，比较少当地的墨西哥人，因为这边的可能房价比较贵一点。这次是我第4次来墨西哥，在第一次来墨西哥城，然后每一次来墨西哥的时候，东西都好吃到不行。对墨西哥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这边好多大树，感觉很舒服。虽然都在都市，却不会觉得需要离开去踏青。我认真觉得它是我去过最绿的大都市。在这里也不会觉得步调很快，或是特别拥挤，没有大都市通常会带着的焦虑感。到处都会看到有路边摊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那种感觉跟台湾一样很亲切。墨西哥曾经被西班牙统治300年，也有被法国短暂的占领过。更惊人的是，今天美国的许多土地过去都属于墨西哥。走在墨西哥城，你会看到法式路灯跟建筑，有一些街道是用河流命名，因为这里曾经大部分都是湖泊。墨西哥也曾经是欧洲人贩卖奴隶的地方之一，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周末的墨西哥城特别热闹，整条马路会被封起来，变成一个市集。公园里挤满了出来玩的家庭，小孩吃着零食，头上还会戴着猴子玩偶。我最喜欢去逛1周1次的 Tianguis， 它有一点像是 Farmers Market， 这里有许多小吃摊贩，新鲜的农作物，
杯装的 guacamole， 还有许多我从没经过的水果跟蔬菜。这一次妈妈从加拿大来找我，所以我们就一起参加了当地的一个 food tour。你知道吗？墨西哥城里面的中国城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国城，但最妙的是里面没有中国人。除了吃，这个 tour 也会跟你分享一些历史跟有名的餐厅背后的故事。有一些地方真的是游客找不到的。导游也带我们试吃蚱蜢跟 agave worm， 我妈还在旁边笑我吃虫。现在是早上4点多，我们今天要坐热气球去看日出。老实说，这个行程我其实有一点失望，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早上雾霾比较严重，我们的气球也被风带得很远，没有接近要去看的2个金字塔。但如果幸运的话，我看朋友的照片是非常漂亮的。今天的行程又更远了一些，我们离目的地大约4个小时的车程。这个团安排得非常细心，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背包。Tolantongo 虽然是私人的，但大得像国家公园。天然的地热温泉从布满钟乳石的洞穴涌出，流入悬崖边一座座的人工水池，每一池都是漂亮的乳蓝色。你也可以选择在这边过夜，从饭店到露营的选择都有。刚才去的山洞的景点非常的酷，但是没办法拍，因为它那个是不会全湿，所以大家就都只有带手电筒进去。那感觉真的很像在 Indiana Jones 里面电影会看到的场景。这次最后要介绍的行程是Xochimilco，我们选择划独木舟去参观农地。这里所有的岛都是人造的，当地人在沼泽上建起了一片片农田，创造出这个生态丰富的水上世界。运河在福岛的农田间穿梭，几百年来，这里不只养活了人，也成了各种鸟类和水生植物的栖息地。
ya se terminó. Ey, que prendan las máquinas, voy pa' Santurce. Aquí todavía se da caña, chequeate la baby. Diablo, mami, qué dulce. Hoy yo quiero beber, beber, beber y hablar mierda hasta que me expulsen. Estoy bien loco, estoy bien loco. Cabrón, guía tú que estás caminando, yo estoy que choco. Estoy bien loco, estoy bien loco. Vamos a disfrutar que nunca se sabe si nos queda poco. Debí tirar más. Gente, los quiero con cojones, los amo. Gracias por estar aquí, de verdad. Para mí es bien importante que estén aquí. Cada uno de ustedes significa mucho para mí. 在墨西哥城的1个月，飞快的结束了。这趟旅程感觉比较像是休息，每天好好的吃饭、散步，又有家人的陪伴，我的电池又慢慢充饱了。我发现 insomnia 好像不再困扰我，虽然我对未来跟工作方向还是非常迷茫，可能在找到之前，需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吧。我想，我喜欢旅游，是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让我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好多。我越旅行，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跟渺小，但也正因为这样，我能看见的东西越来越多。尽管承载着许多痛苦的历史，墨西哥的人们依然乐观，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历史再沉重，人们还是能活出美好。原来成长是学会包容更大的世界。